对，快出来了吧？去年之前，正好，希望你理解。理解理解。毕竟之前我跟代航走得比较近嘛。那请问到现在为止，你们？我们是有纪律的，但是你放心，很快就会有结论。这怎么就交上来这么几本吗？上次不是说了吗？本周申请都要提报上来吗？赵航，您也体谅体谅我们，这谁手头上不是一堆大项目等着审批啊？哪有精力真的去调查那些小企业？再说了，代航他也不在了，这阳光计划，我看也就不要为难大家了吧。对啊，赵航，咱呢也别着急着继承老人家的遗志。还是等老人家的问题弄清楚了，大家再忙活也不迟。哎，你这个人说话还挺有意思啊！弄清楚什么啊？代航有什么事情不清楚啊？不是，您别着我急啊！这代航一把年纪了，开完反哺会，凌晨2点多还出现在高架桥上，你不觉得很反常吗？反常什么呀？反常什么呀？啊，有什么可反常的？代航赶着回家吃饭不可以啊？你这捕风捉影想说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议论代航的时候，你想想我是他什么人？您别朝我发火！我怎么不朝你发火啊？您也不是代航的得意门生，纪委调查找你了吗？我是不是他的得意门生？我不要紧啊！你说话你给我注意点。今天该交的都交了，要不然今天会先散了吧？赵航，好，散了吧。散了。你说这都是一帮什么东西啊？上次开会的时候表决心，他们一个个诚恳着呢。你分管的对公部呢？怎么也没有报上来？给，老同学，我说句真心话啊，银行向来以业绩论英雄。像阳光计划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政策性任务，你手指稍微一滑，我们也就都过去了，是吧？以前代航罩着你是因为他的政绩，现在代航不在了，行里也没人罩着你们了。你说你跟我较什么劲啊？这不是里外不分吗？那几个支行的行长，摆明了要把事情糊弄过去。就算大家要业绩，要避风险，那也不能什么实事都不干吧？你通知一下各支行，明天在滨江支行开个会，我去给你站台镇场子。太好了，代航。嘉祥实业今日盘前交易活跃，到现在为止，股价已经飙升到32.1美金每股。不仅回到，而且超出了被多家资本做空之前的水平。以上就是本次财经快讯，感谢收看。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搞到这么多的资金跟华尔街那帮人对打，这手操作也太漂亮了吧！这件事情，你没参与吧？这么短时间10几亿的资金，我哪有那本事？不早了，先睡吧。过2天，代行的追悼会要我跟你一起去吗？不用了。几个老同学都在，
你去了反而不自在。儿子，该睡觉了。爸，嗯，画的像妈妈吗？像。妈在我心里的样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。如果有一天我的眼睛也越来越模糊，是不是就连画也画不了？别瞎说啊！爸爸再给你找医生，啊！爸，你别安慰我了。发病到现在都5年了，一点好转都没有。等到我看不见你的那一天，我就去找妈妈。儿子，不许胡思乱想，听见没有？儿子，不许胡思乱想，听见没有？我就是随口胡说。胡说也不行。爸爸好不容易把你养这么大，不许胡说，不许吓唬爸爸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爸爸最重要的人，听见没有？嗯，我知道了。洗漱去。李董，哎，请问先生贵姓？在哪里就职？华东审计部苗彻。老苗，哎，来，苗大侠不认识，还记？来，里边。审计部的谁要认识？我代表我们全家向老戴的好友、同行表示感谢。谢谢大家百忙之中前来吊唁，送老戴最后一程。趁你们几个都在，有几句话想对你们说。多亏总行定了性，今天来了这么多人，有一半儿我都不认识，算是给足了老戴面子。我知道，外面的传闻依旧很多，说什么的都有。
无非就是说老戴贪污受贿，畏罪自杀。他们不知道，你们应该了解。我们两口子从业30年，多大的钱没经过手？什么样的手段没有见识过？只是我们自身对物质没有多大的要求，才不至于被欲望绊倒。我坚信，老戴没有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，他死于纯粹的事故。老师，都是谣言，真正了解代行的人不会相信的，您也别太往心里去。谢谢你们替我张罗这道会。毕业这么多年了，你们还没忘了师生情谊。你们4个，谢志远是最会赚钱，缺点是太过聪明。苏建仁表面不着调，其实是真性情。赵辉最像老戴，苗彻是最有格局。转眼之间，你们就从毛头小子变成了将才。今天借着老戴的事情，叮嘱你们几句。老师，您说。你们几个各有各的职责，银行高管最要扛得住诱惑，因为你们指尖动一动，就是千万户人家的资产，是百姓的身家，所以必须坚守原则，有预判，当好守门员。记得我对你们说，你们都是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走向岗位的。再怎么爱惜，衬衫总会变黄变黑，这是自然规律。但是你不能因为它会变黄变黑，从一开始就瞎搞瞎弄，3天的功夫就变成黑衬衫了。我们还是要非常非常的爱惜的。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我们懂您的意思，我们没敢忘。啊，客人做的差不多了。那好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赶快回去吧。王老师，先送您回去。小斌，把妈妈照顾好啊。放心吧。节哀顺变，欧阳老师。是我养花了吗？啊？你没眼花。我第一次跟代行在一个会议上看见他的时候，我也恍惚了。太像你亡妻李莹了。是咱们大学同学李莹。骑车来了，开车来了？打车。
你走吧，跟我一车走。别介呀，干嘛呀？好不容易4个人凑一块儿了，吃顿饭吧。我这会所包间都安排好了，走。不去了，不去了。没摄像头，得了，人家苗大侠在这儿呢，审计的，去你那会所吃饭，想什么呢？行。啊，听你们的。苗大侠，你说吃什么？老地方。您慢走。走。走远了都。来一个。哎呦喂！服务员。加一个剁椒鱼头和辣椒炒肉。好嘞。你搞那么辣怎么吃啊？你不吃赵辉吃。哦。老赵，我跟你说，我永远忘不了上学那会儿，你每次放假从湖南老家回来，带的那辣椒酱，哎呀，一碗米饭，咵扣上一勺辣椒酱，绝了，太狠了。很快啊，一晃20多年。是，说这个人生啊，到底图些什么？啊，一个老伴儿，一个笨儿子，加个4室一厅，哎，这就是代行的一生，没意思。那什么有意思？学你有意思，左拥右抱，最后儿子跑哪儿去都不知道。来，不要扯了，你不能在我这儿存在啊！我那是祖传的基业，天生的风流倜傥，加女人缘好。你仅仅是风流，你倜傥得过赵辉吗？当年李莹就是被学霸的光环刺瞎了眼。如果她跟了我，那现在老苏，怎么说起话来没把门的呢？40好几的人了，你怎么还跟没毕业似的呢？说不好，说不好，我自罚一杯，好吧？对不起，道歉。不是，我之所以这么说啊，是今天参加葬礼的那个女人啊，长得是真像李莹，最起码7分相似，对不对？这倒是。老张，说真的，如果你想认识，我可以是。不行，不用。行，就当我没说。但是啊，我是真有点正事，我想跟你说。我是最近想做几个信托产品，都是特别好的组合。别介，你总是想越界，这种事儿别找我。瞧你这话说的，苗彻在这儿呢。不是真的，我越界的事我能放到桌面上说吗？是不是啊？考虑考虑。咱们老同学好不容易聚一块儿吃个饭，能不能不谈工作呀？听你的。工作不能谈，女人也不能谈，那能谈什么呢？没让你不谈女人啊。刚才不谈了吗？哎，戴斌今年多大了？戴斌26了。也不小了，没个正经工作。其实那个筹办追悼会的时候，我也接触过几天。孩子是个好孩子，就是脑子有点木。我得想办法好好的，看怎么帮他一下。打算怎么帮？怎么？那不得光明正大的帮吗？对吧？那代行走了，人也不可能说我这为了利益，是不是？说实话，我是真的心疼代行。明明办了件好事儿，哎，不明不白的死了。
不是，你看我干嘛嘛？啊？你们哪个不是代行的部下？这我还说错了？你怎么就这么笃定，代行这一生前尘不染？你家老爷子背景这么深厚，是不是有什么我们听不到的消息？哎，你可千万不要提我们家老爷子，我们家老爷子见到我想一口吃掉我，啊，真的，他是不可能跟我谈这些东西的。但是通过其他渠道，倒是听到了一点，啊，他们说代行生前严重违规，违的什么规，不晓得了。啊，说都说，我跟你说，没有根据的事情不要瞎说了啊！瞎说，有根据。你有什么根据啊？代行都已经走了。这已经发生的事情，咱们不要提了。咱们是不是？咱们得往前看。好，有话直说呗。直说，那就是本市分行行长这位置已经空出来了，对吧？那赵辉有目共睹，这申报行中找不出第二位来。如果说这次总行再不提他的话，那就是瞎了眼了嘛。所以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，咱们哥几个能不能想想办法，哎，让赵辉能够卡上那个空？我没有意见呀，都是老同学，挺好的。轻轻零上百，累累见中实，上不上得去，我都是靠本事吃饭。代行这位子未必好做。哎呀，老苗啊，我说你说你大魔做了那么多年资深总监啊，这华尔街回来，你要当个支行行长，那还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？哎，你偏不，直接去了审计，清水衙门，没钱不说啊，关键你得罪一大堆人呐。我采访一下，哎，图什么呀？我跟你说你也不懂啊。黄泥螺你爱吃吧？不爱吃，我爱吃，口味不同。来吧，没毛病。来喝酒吧。我这你肯定没事儿，你哪有事儿？我开吧。喝酒我跟你说，老苏啊，送你啊，不，哎，我带着走，啊，拜拜，慢点啊，回去慢点，哎，上车，我上去，你慢，我先上，哎，好嘞，慢点，啊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苗彻这个腔调，我是真不行。他不说话，我都感觉到领口发紧。哎，懂你，所以我把你帮他甩开嘛。还有这个赵辉啊，这个能装啊，一副精英范儿，何必呢？哎呀，精英也没什么不好。我不也是精英吗？哎，你不一样哦，你是精英接地气。我喜欢。哎，老苏，哎，这现在你跟这个分行的关系怎么样？你说呢？我苏娟人在这个圈子里这么多年了，还有啊，那些老领导、老人还都在，哪一个不给我爸爸的面子啊？搞得定的。这倒是。所以说，要不是你淡泊名利，你别说支行行长，就是分行副行长也该是你的。当然，这话不能跟他们俩说啊。你跟他们说，他们懂吧？他们不懂啊。你懂。所以我们远州以后的项目啊，还得养张。哎，人生如逆旅，
代行一生清风两袖，最后却落个驴言话断肠。让人心寒啊！哎，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你想让我说什么呀？说代行是清白的。代行死的确实古怪。哎呦，梁彻，哎呦，我现在心里特别难过。你跟我交个底儿，还知道什么？你不跟我说，你还能跟谁说？代行的死很可能跟家乡实业有关系。所以代行还是介入了，是吧？我给你打电话那天你就知道了，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当时是因为你让我做的我都已经做了，我以为我可以劝住代行，至少代行是这么让我认为的。那你又为什么怀疑呢？代行出车祸的时间点，正好是嘉祥股价最低点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今天葬礼我特意注意了，曹家祥没有出席。他不出席的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避嫌。刚才赵辉在，有些话我不好说。什么话？其实我跟那个周林呢，真的说得上话。哪个周林？就是那个特像李莹的女人呐。哦，她现在还单身。哦，我跟你说，老苏，有机会你仔细看看她，比李莹还漂亮。对的，对的，对。纪委没有查出代行违规的事情，我感觉那是因为代行批出去那笔款子，在打赢这场仗之后，通过信托通道又回来了。杨彻，我希望你去查一查，看看有没有这样一笔款。如果这款子已经打回来了，咱们现在查什么都没意义，不如让代行走得安宁。苗彻呀，苗彻，你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心里会这么难过。没有人帮忙，代行做不到，嘉祥实业也做不到，就是有人利用了代行对民企的爱护，对嘉祥实业的信任，用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做了资金通道，然后也不知用什么结构嵌套设计，短短几天赚得盆满钵满，毫发无伤。代行呢，死得不明不白的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你帮我查一下。有些事查清楚了，很难看的。难看了也要查，苗彻，你答应我吗？行了，答应你。听说这次去对公公有2个名额，你说会不会有你啊？早上好啊！之前呢，大家都已经提出了各自的需求，态度都很积极。
不过毕竟僧多粥少，看大家也都等急了，那我现在呢就宣布一下大家的正式定岗通知。继续留在柜台的有4位：胡越、刘佳、王维亚、陶无忌啊。对公业务部2位：陈家元、穆萌。行政部1位：江悠悠。啊，好，就这些，大家鼓鼓掌。穆萌也就算了，程家元你凭什么呀？这不是找陶无忌帮忙，就是天天被朱主管训得跟孙子似的。难不成你深藏不露是某个分行领导的人啊？真的？胡越，你别听他们瞎说。还是说，你跟哪个大客户的公子重名了？好了啊，转岗的同事呢，现在就可以收拾东西，搬到相关部门去了。哦。好好干啊！留在柜台的诸位呢，大家再接再厉。我下面宣布一下支行本季度的存贷款任务。吴健，对不起。你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？是我时运不佳。有些话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都在同一栋楼里，以后有的是机会说。走吧。大家先分别看一下上月的报表啊。哎，你好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我是来报道的。报道，新来的啊。到里边找马经理。好，谢谢。有谁啊？我是来报道的。啊，新来的。啊，叫什么呀？程家元。啊，姓程。对工部有认识的人吗？啊，没有啊。嗯。把精神打起来啊！苏杭来的我要的是业绩啊！大家没有业绩，指导工作呢。哎，来。是这样啊，刚刚啊收到一份简历，说有个新员工到我们部门来啊，看了一下这个简历啊，资质平平，学历也一般，我就搞不懂了呀。你说这个人事部是怎么搞的？把这种人派到我们这里来做什么？可又不好问，你懂的呀，是吧？所以，我考虑了半天啊，还是由你来带吧啊。哎，不行，你看我这里也不缺人嘛。哎，老关，不要叫让老关带，不要叫老关啊！你怎么带个徒弟还挑三拣四的呀？哪里有那么多好苗子让你带啊？对不啦？我很早以前可就说过啊，对待工作搞不好没有关系，我们改进嘛，态度不能出问题，对不啦？我跟你说，老马，你这个态度要端正，否则你被动啊。啊？是。还不谢谢苏杭？啊，谢谢苏杭。叫个什么？程家元。哎。啊，程家元哈。那作为领导呢，我说两句，好吧？这第一啊，我们这个对工部啊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，对吧？外边有一大堆人啊，削尖了脑袋要进来啊，所以你要感觉到荣幸，要珍惜这个机会。这第二呢，我们对工部不养废物，啊，希望你在今后的工作当中，用你自己的实力来证明你自己，啊，我把丑话说前头啊，绩效考核如果过不去，咱们是一季一季考，对吧？对。哎，那你哪里来的，你就给我回哪里去，我是不好留你的，听清楚了吧？听清楚了？听清楚了呀。然后就先这样啊。
这个是什么？苏副行长好，我是家园的同事，我来送送他。苏话慢走啊！上班带的什么这是？饼干啊。那老板，饼干吧。那个，那墙角，有个空位你坐那啊。哎，我饼干一个。什么东西都是。忍着点。那我就送你到这儿了，加油！哎呀妈，我想起，哎呦，要急呀！哎呀，你跟我表姨都多久没有联系了？那我连大表姐长什么样我都记不清了。你现在突然去找人家，然后就让人家给我介绍幸福公司的工作，哎，这也太尴尬了！我真觉得这不合适。不是，哎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跟你表姨小时候好的穿一条裤子，放学下雨都是她背着我回家的。后来，她还把你爸爸介绍给我。说实话，跟她闹僵，是我心头的一根刺。有没有找工作这件事情，我都应该去看望她的。真是作孽啊！哎呀，那个琪姐，又忘了拿钥匙。哦，没事，表姨，我去开门吧。琪姐，我来帮你拿吧。这放哪儿去啊？放厨房就行。行，好嘞。你是他们家亲戚吗？我之前没见过你。我叫田小慧，老太太是我的表姨，我们两家人10来年没走动了。那怎么今天来了？有事儿啊？我妈跟我表姨心里有疙瘩，她想和好又放不下面子。正好我最近辞职了，想找工作，她想找我表姐帮个忙，顺便也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吧。你表姐，你说沈静啊？对呀。琪姐，你是不是经常见到她？她人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厉害？怎么说呢？平时还好吧，小脾气一上来吧，也怪吓人的。真的假的？说的我现在都想脚底抹油了。你学什么专业的？我学金融的。你妈给你选的专业？那倒不是，这是我自己选的。不过跟我妈也有一定的关系吧。我妈这个人，她又精明又爱钱，从小我就看她各种瞎倒腾、投资炒股，结果还不如那一窍不通的邻居过得好呢。所以除了学金融，我也没想过要学别的。都说金融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金融，简单来说就是怎么样利用金钱的流动，让它变得越来越多的一个学问。搞懂了金融啊，就知道了有钱人的钱是从哪儿来的，又流到哪里去，怎么样去管理，怎么样去累积。我不光想搞懂这里面的学问，我还想知道，有钱人会不会有烦恼？他们的烦恼跟我的烦恼比起来，哪个更烦恼？哎呀，看你这个样子，真是像极了15年前的沈静。你那么早就认识他？我吵不吵，有没有那个姓傅的，我跟那个田家泰就过不下去，这个结果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搞来搞去，就是我错了，我耽误了你跟幸福的幸福生活，对吧？囡囡，跟骂委屈，人家等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来嘲笑我。你干嘛呢？要走就走吧，我还以为你是来跟我道歉的呢。我就是来跟你。妈，外婆走的时候不是说让你不要再跟表姨怄气了吗？你怎么又急了？表姨，你也别生气了，心里有坎儿归有坎儿，我妈她心里总还是惦记着您的。上次她让我翻拍打印了几张旧照片，
里面还有您在副统里教我妈踢毽子那张黑白照片，还有上次您参加我妈婚礼，我妈那天梳的，好像就是今天这个发型。我心里哪有坎儿啊？是你妈脾气犟，一提起她就急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表姐，我知道都是我不好，你一向都是为了我好的，对吧？你不要生气了，好吗？不要生气了啊！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琪姐呢？我刚在楼下碰见他，他说家里有客人，我就让他再去买了点东西。静静，你妈，好久不见呢。好久不见了呀！来来来。哎呀，你这港女女，你表姐呀！你们两个刚才不是在那里说了很长时间话吗？对呀，表姐一块儿来坐。来来来。有些话要怎么说出口？有些事要怎么奢与求？有些人要怎么告别或挽留？有些妥协算另一种自由，是岁月，是现实推着，身不由己学着接受，看透的、沉默的太多，还记得最初的渴求。有些梦，有些爱，是否终会是遗憾里的褶皱？撞破头，回过头，无路走，总要走，生活从未至此停留。是岁月，是现实推着，身不由己学着接受，看透的、沉默的太多，还记得最初的渴求。有些梦，有些爱，是否终会是遗憾里的褶皱？撞破头，回过头，无路走，总要走，生活从未至此停留。